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Half Day Tour 的最后一个景点，我也不知道，但是已经停止下雨了，天空开始放晴了。早点放晴多好，就一种想，估计是要围着这个转一圈，看到有人已经走到那儿了。Can you see the hands at the bottom? Yes. That is Moai, but it's different stone. Different, yes, but This is a lighter one. Yes, very light. And from the hands, if you go straight up, you're going to find a circle. That is a belly bottom. Okay. Yeah? And then if you continue going straight up, you're going to find a little hole that we don't know what is that. 向导跟我们说，这个红色的不是他们这个摩埃石像的一个装饰品的，代表着头发上的装饰嘛。那边是一个头，摩埃石像头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如何去固定他们的这个发饰，就中间是一个洞，然后就可以固定。但这个呢会特别深一点，正常的没有这么深。因为他们可能是在那时候发生内战的时候把它全部推倒之后，然后这是人为的从那儿移到了这儿，然后这个洞特别深，可能是用来储存水一个这样的用处。这个也是摩埃石像的一个装饰品，只是说它镶嵌的那个洞在这个下边。给你们看一下这张，你看刚刚那边的这个祭台呢都是大石头很泥乱的，然后到了这边的一些祭台的石头呢就变得切得整整齐齐了。他们开始学会就是切得很完美很对的很齐。这个呢向导说还有点像秘鲁的一个风格，但是他们做了那个 DNA 检测出来还是波利尼西亚人，所以秘鲁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然后像这个祭台里边呢就埋着他们的祖先。这个岛上的摩艾的石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们不是有各个部落首领嘛，然后或者是比较有影响力比较重要的人物，当一个人物去世了呢，他们就一堆人开始给他就是刻这个石像，然后刻完这个石像之后又给他刻这个发髻，然后把人呢就是埋在了他们的那个祭台下面，上面就有一个摩艾石像。其实这个岛上一共有1046个，现在能找到的是1046个摩艾石像，也就是曾经的1046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那为什么他们能磨出这么多呢？你想想，在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没有啥的，那有啥可干呢？他们找到的事儿多，他们开始磨石像，真是个打发时间的好事情。最有意思的是，就是这里是个祭台嘛，那祭台那边有一个洞，然后他们居然把他们老祖先就是睡觉的地方就是挖出一个洞，就是做庇护所。他们好像就没有一个说对祖先要怎么特别恭敬啊怎么样的一个事情。他们甚至就是说问向导他们是怎么做到可以跟老祖宗的这种骨头啊一起进去睡觉，然后向导就是说阿帕路易的这些人呢他就不 care 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也想跟他们的祖先可能更近一点的，就是大概对没事呀露个营呀，在祖先的坟头蹦个迪呀啥的，理解不了。但现在就是在这个岛上这第4天了嘛，然后就越来越发现其实这一边他书上是说是从中国沿海地带以前的台湾省一路过来的，也确实会发现它的一些发音啊，就是你能在我们这种沿海地带的一些发音有相似的音的，就感觉好像走了遥遥万里，突然现那种同种族的人原来在这儿生活过，哇，他们真的是航海就很厉害，甚至向导说他们在智利的南部还发现了波利尼西亚人的一个头骨，所以说波利尼西亚人真牛。下午来到了第一站，原来是看那个摩艾石像头上的那个发髻，就是红色的东西，就从这儿挖的。你看那红色的这种火山石，这个是很轻嘛，所以他们就来挖这个当它那个发髻。在我们古代的时候，不是男士的头发都扎上去的吗？然后有一个签字的这种发髻，他们就拿这个当那个石像的一个发髻。刚刚我们的向导跟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他是智利的人，然后呢她老公是这个岛上的原住民，就是阿拉帕路伊人，但是呢她跟这里的原住民结婚之后，她不能以她的名字在这个复活节岛上买地，她只能以她孩子的名字或者是她老公的名字才能在这个地方买地，就是他们
这个岛上的人对本地的一个这个保护政策还是挺高的，就哪怕你嫁给当地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福利政策是什么呢？你在这儿就是医院看病是不花钱的，但是如果你要去私立医院的话，你很便宜的一个价格去买一个健康的保险，然后再花很少的钱也可以去私立医院去看病。还有就是学校的话是一所是完全免费的，还有2所学校的话，像正常1个月是给50美金1个月。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地，你可以看中一块地，如果这个地是有人的，那你可以花钱找他买，然后国家呢给你21500美金的这个建房补贴。但如果没有这种，你也可以向国家申请，一个当地人一辈子只能申请1次，然后国家就给你批一块地，再给你21500美金，让你去建这块地。像向导跟我说，像这个钱的话，在当地大概可以建一个30一厅呢。这就是他们就是对待原住民的一个这样的保护，也是对待他们的一个福利政策。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行程里的最后一个祭台，叫阿华 Kiwi， 就这儿，你能看到这里是蹲着7个人，然后这7个石像呢也差不多高。为什么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之前视频里面看到的所有的这个石像呀，都是站在海边，然后望着村庄里，就意思是说他们的祖先庇护他们，然后看着村庄里的后代。但这个呢，它是在这个山里面，但其实它是看向这个海洋的方向，因为在这个岛上刚登陆的一批人呢，就是一开始是从太平洋另外一个小岛上的布利尼西亚人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岛，但是呢，他们不确定这个小岛能不能居住，所以他们那个国王呀就派出来7个人，先过来这边连查一下，看这边适不适合人居住。然后这7个人呢就上来这个岛来查了，后来发现呀，这里呀特别适合这个人类居住，然后他们的国王就开始登陆这个岛屿。但后来这7个人不是在这儿挂了吗？所以这7个人，骨灰埋在这儿，他们的一个石像也建在这儿，然后他们所有的面呢朝着他们来的方向，来的那个岛屿，大概就是在这个方向，所以这是岛上唯一一个就是没有摩艾石像没有建立在海边，且它的面是对着海洋另外的一个岛屿的。我们这个行程里最后一个石像，摩艾石像也看完了。这个岛上所见之处都是拉瓦，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景区都有一个这样的标志，就在整个这个复活节岛旅游的这一块都是没有垃圾桶的，所有的垃圾呢我们都需要自己打包好，然后再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地点去扔这些垃圾的，垃圾都是要专门的有一个处理的，所以你不能随便乱丢垃圾。然后像刚刚讲的关于这7个石像的故事呢，其实是在他们古老的一个 Rapalui 人呢，他们都有自己的家谱，有专门口口相传的民谣，他们把以前很多就是这种历史的书啊变成歌谣，口口相传，然后或者是写在他们的一个作品里。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现在去钻个山洞，所有的景点都是围起来要给门票，然后要看护照，要跟导游才能进去的。看 We have two names about this fruit. One is 番石榴, one is 芭乐。Do you have that in China? Oh yeah, you have yellow one. 看，粉色的一个芭乐，而且里面很嫩，不像那个我们白色那个皮好厚，要嚼好久。它皮很薄，看，这都是野生的，可以随便摘的，我可没有不遵纪守法。一眼望过去都是大片大片的野生的芭乐，随便吃。快来，我请你们吃最新鲜的芭乐。今天旅行逐渐走偏，到成了摘果子了，不是出来装酸痛的。我觉得我可会穿衣裳了。昨天我穿着登山裤、登山衣，然后去海滩晒太阳，把我热得半死。今天淋着雨，我穿着我的小绣花裙子，在这儿翻山越岭，终于长途跋涉了15分钟之后，来到我们要到的山洞了。这个山洞的名字叫安纳德帕湖。
volcano, the highest volcano. Surivaca is the name. So from that, the top, a lot of lava was flowing and forming different lava tubes. And that i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now, a very long lava tube. 原来这不是山洞，这是熔岩洞。 This cave has two entrances or two lava tunnels. That is one, but we are not going that way because it's very wet now. Okay. Bu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road for the other tunnel. But I would just stopped here to show you the way that the people started growing things here. For example, the long leaf that is there. That is sugar. Sugar cane. That is taro. Yeah, Taro is a taro. root, Yeah. exactly. And we see guava and grapes. Grapes and avocado and, and sweet potato. I see over there. Yes, there are Yeah. many sweet potatoes too. So Yeah. you know that until 1970, nobody had tap water at home. So it was so necessary to find water. So my mother-in-law in the 50s, in the 40s, she had to come here to get some water. And also she told me once that she had to come here for having this sugar cane. Yeah,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 toothbrush and, Yeah. and toothpaste. They use the sugar cane. The sugar to- cane to clean their Wow. teeth. Exactly, in that moment. So, but now we are using this place only just to see how the people use their resources here. 向导说，在复活节岛上，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舞曲，用的就是香蕉树叶的这个干的叶子，然后把它们编成了这种小短裙，然后小内衣穿在女生的身上，然后用来跳舞。看它怎么 I 编。 want to show you Yeah. this braid, but this is special Rapa Nui braid that was used by the people for making ropes. 我刚试了一下，特别难打开，所以他们用这个来做绳子，然后来把那个摩艾石给立起来。 We call this as niho niho. Niho that means teeth, because if you see, has a shape of teeth. 哦， Try to Yeah. break this. It's It's impossible. like rope. Yeah. It's very strong. No, I don't think. Try. Nothing. 丹尼找了一个更大的这个，他准备给我们编一个东西。 Perfect. 编你好你好吗？走走，这个好多年前的熔岩洞。Like how many meter inside? 200 more or less. 这是好多年前的 lava 了，还有一点点这种，但是还是挺潮湿的，到处都在放水。人生中第二次爬 lava 洞。 See that how the rain water is falling down. So the people, when they stayed in the caves, living or surviving, they could get the water from here. And it's very clear water. It's very safe water too. 哇！ You can try now. 我发现了每一个，但凡就是有一个这种天洞的地方，然后他们都会在这里面种上点东西。这种了这个 tobacco， 然后还有牛油果、芋头，这个是番石榴树。嘿嘿，这个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玩过没有？我们拿那个珠珠把它串成一串，然后做首饰，小时候玩的。这找了个洞，哎呀，我闻到无花果的味道了。看看这是不是无花果树？哎，果然是，这是个大的无花果树。农村的孩子对好像什么果树味道都特敏感。这就是无花果的树，看，这就是无花果的那个果子，它们的花是开在里边的，然后成熟之后就会变成紫色，很甜。我看有没有熟的。无花果的种子没看到，芭乐倒是看到不少。番石榴真的好甜。今天水果全被我吃出来了。哎呀，很顺。看，我这里是一个石头累积的东西，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用来存雨水的地方，一个小水池，也是 lava 堆的。然后这边很多人就是开始养的牛，看到没有？好多牛在这儿吃草。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儿结束了，现在要坐车回去啦。现在我们2天的行程结束了，一共是2个 food hotel， 然后是134刀，加上10%的小费，你们算一下，这就是2天的行程。你们觉得这个行程贵吗？就去了这些地方，但是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是
知识付费，我从他的嘴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复活节岛的知识。